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看过裸体。当然啊，2010年的时候画的猫的图。噔噔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egan。这支影片呢是延续上一次，跟大家说我是怎么画猫毛的那个影片。那如果呢还没有看的朋友，可以点这里去看哦。如果想知道我怎么完成的，可以继续观赏。那我想要来聊聊，我是怎么样学画的过程。我不是科班出身的，虽然我小时候是很想念美术班，没错，可是没有考到。然后那也成人为我心中一个很大的遗憾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从小喜欢画画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拿起画笔呢？总之呢，我是到长很大以后，出社会工作，一段时间以后，突然觉得对工作感到非常的无趣。有一次呢，听到同事说他在学画，我就问他说他在哪里学的，然后我也决定就跟他去同一个画室。好，那时候我人在日本工作，所以我是在日本学画的。我也很庆幸我做了那个决定。当你想要去学的时候就去学，那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点了。说说我那时候去，其实你看我现在画的都是一些动物画，可是我一开始去那个日本的画室的时候，他们是画人物画的。那我一去我就被吸引到，因为它就是一个人体 model， 然后就在你面前这样子，在台上啊，他就摆一个 pose， 然后摆了3个小时。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看过裸体，当然啊，这是让我最惊讶的地方。我还永远都记得我人生第一幅画，真的是画的非常非常糟糕。明明就是一个很漂亮一个年轻的女 model， 我把它画的非常的丑。所以那个图啊，现在还有，偶尔想起以前翻出来看看笑笑，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。就是不要把自己觉得不好的图丢掉，因为那都是一个成长的经历。只是说到现在，我已经画了10年，有吗？以上的，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感情的图，或者是我没有觉得特别有留念价值的，我才会丢掉，因为我画的图实在太多了。但是呢，这里我找到我2010年的时候画的猫的图，那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噔噔，长这样子。这主角呢是我妹养的猫咪，它叫做嘟嘟。我对它一见钟情，觉得它非常非常可爱。那时候还不会用粉彩，所以我就是用色铅笔把它画下来。那时间再往后推到2019年，一样，这次的主角也是嘟嘟。这时候我已经开始有一点点了解粉彩了。那这一张画呢是用粉彩笔画的。然后在时间快转到2021年，这张图呢是2021年画的，一样是嘟嘟，但这时候我就决定要挑战自己画一整只的，然后也是用比较多的软粉彩。那这张图呢，我自己其实没有很喜欢，但不管怎么样，这边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我掌握画猫毛的这个技巧，其实也是一步一步来的，也是看了很多别人分享技巧的影片啊，或什么慢慢自己去揣摩，然后自己去尝试。每一次画画都是一个练习，然后慢慢累积起来的。觉得说自己画的不太好，也千万不要放弃哦。因为我以前也没有画很好，但是有办法到现在看起来也比较写实，然后也比较多人喜欢我的画作的时候，也比较有自信了。这也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路程，反正不要放弃就对了。要记得，尤其是画画这件事情，它其实没有什么一触可及的。我在纽约学画的过程也遇过很多很多朋友，偶尔会有他可能是零基础，然后到后来变得大家看到他的画都会哇，或是觉得很厉害，也都少说都要几年的时间累积。这边只是想跟大家分享，我并不是什么特别聪明的人，也没有什么真的说从小就是很有天分，我也是长大后慢慢学的。我的影片呢，其实主要就是这样子。这边是跟大家分享我画画的一些过程，但是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学习经历啊，或者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学到的一些技巧，或者是说，我用一些新的媒材的一些心得。
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点赞，或者是帮我分享，或者是帮我订阅，这样我就会知道，我要努力持续做出更多的影片回馈给大家。那先这样哦。